大家好，我是 Judy， 欢迎您再度收看589操盘笔记，让操盘人带你走向财务自由的目标。继我们上个礼拜开始介绍伺服器产业之后，介绍完信华之后，接下来我们要介绍什么呢？我们要介绍伺服器的零组件的部分，然后我们要介绍的主要的标的，今天是介绍嘉泽。好，让我们先来看一下产业的部分，请导播帮我们切一下图卡的部分。那以嘉泽来讲的话，我们先看一下伺服器产业的部分。哈，这我们上星期有讲过，就是说，其实呢，你把伺服器想得简单一点，它就跟我们平常使用的电脑很像，但是它是更加进阶的大型电脑，因为它要运算能力要很强，然后才能去处理，就是我们很习惯把所有的资料都丢到网络上，所以它这个地方要处理所谓的海量的资料，所以这个地方来讲的话，它会透过网络收集用户的指令，然后来服务庞大的那个终端客户。好，用这个概念之下，我们就知道，那伺服器产业这个地方呢，长期的趋势是往上。那大家也知道，2023年这个地方呢，受到升息的影响，所以整体全球的经济是呈现衰退。那依照法人的预估呢，那一些品牌厂商，像 IBM、Dell、HP 这种品牌厂商，它的市占可能会衰退。为什么？因为它比较贵嘛。所以大型的资料中心这个地方，为了节省成本，一定会增加什么白牌供应商，就是像一些 OEM、ODM 的相关业者。那台湾的业者大部分属于这一块，所以法人预估2023年的时候，白牌供应商的市场占有率在伺服器这个地方反而是呈现了成长。那目前来讲的话，那个伺服器主要成长是来自于 ICE。那它就是一个那个基础架构的及服务，那一些所谓的云端计算的平台这个地方呢，就是需要那个伺服器的硬体，所以预估在2022年的时候，它达到了766亿，那每年的复合成长率是20%。那我们也可以看到，即使在不景气之下，它还是持续的往上涨。好。那伺服器产业，除了长期看好来讲的话，近年呢会有个换机潮，包括了 AMD 已经推出它的新品。那接下来在2023年 ，Intel 这个地方呢，它也要推出一个server 的 CPU。那它这个平台呢是叫 Eagle Street。那预估呢这个平台推出来以后，那伺服器产业这个地方会有个换机潮，那相关的业者这个地方业绩就会受到受惠。好，那伺服器的产业供应链，我们上个礼拜介绍了 IC 设计。好 ，IC 设计完以后，我们经过台积电这些代工业者代工以后，会产出 IC 晶片。那接下去呢，我们就有相关的零组件，然后再来是伺服器的代工的部分。那我们今天先介绍相关零组件的部分。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的伺服器的零组件，就是指连接器这个地方。那连接器这个地方呢，它上游的原料包括了一些端子啊、塑胶粒呀、这些东西，然后我们把它合成冲压以后，然后加工再镀金，然后接下去呢做成连接器。那它主要的功能呢是资料传输。那它所隐藏的风险呢，就是第一个大家都知道，就是说从2020年3月呢，就会有一些缺货零组件缺货的问题，还有原物料价格的变化。你可以看得出来，包括铜跟塑胶这个地方呢，都会去影响它原物料的价格变化。还有说原物料价格，就是之前在飙涨，后来在2022年这个地方回跌。那当它从高档回跌的过程之中呢，业者一定会有些库存嘛，所以就会有库存跌价损失。然后另外业者都是以外销为主，那在这个地方也会有会对损益变化的风险。还有最后呢，就是终端需求的变化，受到经济不景气之下的话，那终端需求的增减会影响到他们的业绩。好，那接下去呢，我们就介绍伺服器零组件厂商供应商里面，我们觉得比较有潜力的这支股票叫做嘉泽3533。我们看一下它的基本面。那嘉泽呢，本身是一个连接器，那它专注于连接方案的设计跟制造。那它的主力产品就是一个 SAKI 的连接器，那主要是相关就是连接像 CPU 的 SAKI 啊，或是其他相关的 SAKI 这个地方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，就是说这是它基本面的部分。接下去我们看一下它财务的部分。那这部分也是我们每次都会提的，就是股东权益报酬率的部分。它来自于2个公式，一个是税后净利除以股东权益，那另外是拆开来净利率、总资产周转率、权益乘数，方便我们去分析，就是说它各项指标的好坏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嘉泽，我们为什么会
特别在零组件把它特别挑出来讲呢？我们看从2017年到2021年，我们去看它的 ROE 是不是逐年向上走一个攀升的动作？那每股获利呢也是呈现逐年的做一个成长，那税后存益率的部分也是一路往上拉。那总资产周转率跟那个权益乘数这个地方变动比较不大，好，所以都是由获利拉起来的 ROE。好，接下去我们看它的季报简表，同时跟它的同业去做一个比较，哈，都有做连接器，都有做 server 的。不过嘉泽因为主要 server 的部分的营业比重比较重，然后贸联比较少，所以我们就略比较，不能完全做比较。然后负债比例这个地方可以看到，嘉泽比茂联相对来的比较有优势，因为它的负债比例比较低。那以获利成长率来讲的话，就是即使明年不景气，它还可以成长13%。那法人预估呢，嘉泽伺服器到了今年的2022年第3季比重大概在30%左右。那到了2023年的以后呢，它的比重大概会由现在的30%再往35%去做推升的动作。那伺服器这部分的毛利比较高，所以会推升它毛利率持续做一个上扬的动作。那同时除了伺服器这个地方，它也在车用这个地方去做一个开发的动作。好，那接下去我们就看技术面的分析哈。这样的一个公司就是基本面产业前景看价，然后我们看一下它技术面的部分。我们看一下它从2008年这个地方1高、2高、3高，这一波回档几乎没有回档多少？你看我们现在不用算，用肉眼看就是什么回档守住1/2哈，所以是一只非常强的股票。那你说为什么它有这样的利基？因为事实上它虽然是连接器，但是它最主要供应的像 Intel 这些 CPU 的那个Saki 的话，它是需要认证的。那认证以后不容易打进去，但是一旦打进去，它的进入障碍就相对比较高一点。那我们看一下，就回档守住1/2，我们之前有讲过的哈，就是说回档守住1/2呢，它反弹迅速在过高，那在向上攻击容易呈现什么？成功上涨，跟同时呈现45度。然后我们再回来看这个情形，是不是就是这样子？它回档只有一点点，然后守住了1/2，在往上攻击的过程中怎么样？迅速过高。好，讲到这边，你已经觉得说讲完了没有？继续讲。之前讲到那边是因为很少有股票创新高。那既然我们已经遇到创新高股票，那我们当然要来再讲，把力道 K 棒加进去，我们才知道后面要怎么走。讲一个简单来讲的话，嘉泽就是所谓我们关键位置一共有分3个部分，一个是多方不断创新高，一个是跌势转为涨势的时候，就是过末跌高的部分，那一个是过什么波段高的部分。好，那过了这些关键位置的时候，如果出现大量长红棒攻击的话，我们就把它叫做关键 K 棒。那关键 K 棒的用意呢，在于就是说它代表一个45度的发动，那通常过关以后怎么样？会拉回整理。那我们注意的重点就是说，拉回整理的时候，只要不破这根红棒的开盘价这个地方的话，那相对后面呈现45度关键 K 棒的组合攻击的几率就非常高。那这一张非常重要，希望你看到以后不要存到电脑中，要存到你的脑海中，因为这样的关键 K 棒一出来的时候，你要在拉回的时候有手支撑的时候要怎么样执行，你才容易赚钱。好，那我们再回头看一下，它现在是不是过高的时候，这边有一个关键 K 棒红 K 棒，所以后面我们要观察，就是说拉回的时候有没有量缩守这个关键 K 棒的原点，这就是进出这种45度股票的技巧。好啦，介绍我们伺服器的产业和这么多公司，很难得看到有嘉泽这家公司呢，在很短的时间就突破创新高，刚好给我们就是在每次回档的过程之中，有不同假设的第一个假设做了很好的范例，那也同时带出了我们力道 K 棒。那后面我们会持续追踪嘉泽的走势，然后去跟大家讲45度的股票，当关键 K 棒出现了以后，拉回又
手的话，那45度关键 K 棒组合，当它攻击的时候，到底威力有多强？那如果你听完这边意犹未尽的话，不要忘了再去我们部落格看看。那下个礼拜我们要讲哪一支另外的零组件的股票呢？我们要介绍伺服器零组件里面的川湖，所以你要记得收看哦。到了节目最后，还是要提醒你，不要忘了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并且开启你的小铃铛。OK， 我们下星期再见，拜拜。